Hello，大家好，今天又是我们的线上读经5分钟。你就修行了，你光是说哦，世界是虚幻的，这样是没用的。修行不是这样修，修行关键要跟清净觉连线，用清净觉来区分。哪怕你在，哪怕你真的在黑客任务的世界里面，哪怕我们这个世界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尽管如此，但是我们在这个世界。就像驾驶员他在模拟舱当中飞行，他也得认真飞啊，因为这是一场飞行训练。飞行训练的用意就是要培训你飞行的技术。所以说，即使是在模拟舱当中体验人生，你不可以说哦，不可说哦，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假的，所以我随便乱飞，坠机也没关系。那不能这样子的，因为真真假假。即使这是一个模拟的，但是它的这个历练的过程是具有意义的。所以说，修行人你不能只是说哦，世界是虚幻的，我就生活也不顾了，钱也不赚了，然后所有的事情都摆烂躺平。佛经并不是要我们这样子做的，有无俱全，你不能太执着它，也不能够太放任它哈。关键核心，你要用跟清净觉连线，用清净觉来引导我们。不管这个世界是真实世界或模拟舱当中的世界，但是我们要用清净觉来引导我们说，在这个世界的每个当下，我们要做什么样的选择？有时候往右，有时候往左，依照清净觉的引导来做，没有绝对的答案。所以很多佛陀说，为什么说很多的法就是不要太执着于法，就像走迷宫一样，你不能说看到什么指标就往右，看到什么指标就往左，因为在迷宫当中永远没有绝对往右或往左，没有绝对是往右又往左的，所以你不能用一个固定的方法去引导。不管你遇到任何的分岔路口，唯一的标准就是跟清净觉连线，跟我们智性智慧连线，然后透过当下的引导，看你要往右还是往左，但是它并没有绝对的指标哈。唯一的指标就是你必须要跟清净觉连线，就像一个在海上迷航的人，他唯一的指标就是他得先找到北极星的方位。所以说你在海上迷航的时候，没有绝对说看到什么景象要往哪边滑，看到什么景象要往哪边走，没有一定的，因为有时候是海市蜃楼啊，是假的。你唯一的指标就是你先找到北极星，就这样子而已。因为北极星是不动，我们自信智慧是不动，清净不动的。在这个模拟舱当中，一切万境都在变化的时候，更复杂的是，后面我们会聊到，更复杂的是，这个模拟舱呢，就像做梦一样，它会随着你的心念而去变化它的内容。所以，当你心念不清净的时候，整个万境一切万法由心而造嘛。你在模拟舱当中体验的剧本并不是固定的，它是随着你的欲望，随着你的潜意识一直变化的这个情境，去符合你的潜意识的需求，去让你体验一些模拟舱当中的飞行训练。那这个飞行训练的内容并不是每个人都一样的，它的剧本并不是固定的，它的命运并不是固定的，而是随着我们的潜意识在变化的，这才是更复杂的原因。就好比这个迷宫，你们以为这个我们所认知的迷宫，它迷宫的所有的路线设计是固定的，对不对？固定的迷宫还好走，最麻烦的是真正的迷宫，它这个迷宫的路径是不断变化的，它随着你的心念，随着你的欲望，它不断在变化。所以说，你走过的路，它变化之后又不一样了。所以说，所有的经验是，所以说这样的迷宫你就更难走得出去。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修行没办法成就，就是因为肉体身心在干扰我们，而且我们的潜意识还会影响整个迷宫的结构不断在变化，因为这个迷宫本身就非实有体啊，此无名者非实有体。这个迷宫的生成，它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就像一个哈利波特里面的一种幻形兽一样，它是根据每个看着这个镜子的人心中的欲望，它会变换出不同的形象去诱惑你。这个迷宫，它要迷惑你的时候，它是根据每个人心中的杂念去生成他觉得最能够迷惑你的画面，
所以最麻烦的地方在这边。如果这个迷宫是一个固定的路线的话，那佛陀释迦牟尼佛就能够说出一个固定的法来引导你走出这个迷宫。但因为迷宫不是固定的，此无明者非实有体，它是变化的，所以说每个众生佛陀要度这个众生上岸，度这个众生了脱生死，走到迷宫的出口的时候，他没有一个绝对的法可以教你的。所以释迦牟尼佛在《金刚经》里面才会讲说，如果你们有人说，末世当中如果有人说我教了什么固定的法来救所有的众生都能够了脱生死的话，那你们就是在不能解我所说意，你们误会了佛陀的说的意思。那这样子言论呢传出去就是邪见了，就是在谤佛。所以说前面文殊菩萨说不堕邪见很重要。